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义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安民。大家晚安。好，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的国庆 ，OK，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今天在国庆，当然呢，照往例，你可以看到在国庆大会上面，那当然大家最在乎的那。一定就是赖清德总统，继在5号的晚会的时候讲了所谓的祖国论以后，在今天的整个演说里头，那也是恐怕不只是我们吧，应该是包括两岸生活全球，大家都会关注说这篇演说里面还会有什么样。当然，不意外的是在这里头，赖清德总统也提到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互不隶属，还是有讲了这一段。那加上前一阵的前几天所谓的祖国论这些，那这整件事情，包括今天整个国庆的氛围，让所有的民众大家感受是怎么样的？不过一开始先让您看一下，包括赖总的国庆演说，还有这里面大家一个主角，应该算是主角了吧？因为马前总统没有去，好不好？那所有的讨论里面一定不会忘了这一块。为什么马前总统没有去？是跟前几天的所谓的祖国论会有关系吗？不过一开始先让您看一下，包括赖总统的国庆演说，那马前总统不去，为什么呢？来。国人同胞，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赖清德总统现在却违反宪法，提出新两国论，引发台海紧张，全球严重关切。他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 ，a troublemaker。我要在此严重的呼吁赖清德总统立即冷静下来，悬崖勒马，以全体台湾人民的幸福为念。放弃荒谬违宪的新两国论。来，一善是，所以这次来看的话，那个焦点你可以想象出来，所有的焦点一定还是摆在赖清德总统中间。我们刚播出来那几段嘛，包括互不隶属，包括胜过赖清德总统说，不管你要叫他什么名字，叫中华民国，叫台湾，叫中华民国台湾，那其实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状况是不变的。什么？他胜过也补了说。我们相对的承诺都不会变，跟两岸之间包括交流啊、有序啊这些。但是你也听到马前总统讲那段话，是。所以现在看起来的焦点，现在从祖国论一直到现在，大家所有的焦点都在这里吗？对，我们要先讲哈，每次的所谓的总统的国庆演说都会去统计他到底讲了多少次，中华民国几次，台湾几次，中华民国台湾几次。阳明也有统计的哈，不过统计的结果我帮阳明宣告一下，台湾有45次，中华民国有8次，2次的中华民国台湾。但是关键的是，他这一次把对岸，有时候我们会说对岸，或者是大陆地区，但是这一次完全用中国来去取代所谓的对岸，或取代所谓的大陆地区同胞，这些东西都表示了更进一步的确立了蔡英文所谓的4个坚持的核心，那个核心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的核心，而整段的论述里面更深化，他用他的4个支柱嘛，那4大支柱就是外交、国防、经济、两岸，深化这个论述来强化所谓的主权互不隶属说嘛，而且他不断的去从祖国所谓的祖国论里面去从历史去勾稽为什么叫做两岸互不隶属，而且从国际现状里面去勾稽说为什么两岸互不隶属。先讲历史，历史其实有3个阶段啦。中华民国从1911年成立到1949年，那时候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但是1949年的时候，中华民国只代表中国，因为你中国大陆都已经被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据了嘛，他们是非法政权嘛，我们也说他非法政权，他们也说我们是非法政权。但是1971年产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嘛，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把中国的代表权给了谁？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说中华民国消灭了哦，并没有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消灭了。所以从1971年中华民国在台湾，但是经过了7次修宪，
8次的总统大选，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湾嘛，所以你现在叫中华民国也好，叫台湾也好，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好，都代表着叫做这是2300万人民所代表的主权嘛。但是马英九就是违背现实，也违背了国际上面的认知嘛。他们主张跟中共呼应嘛，叫做一个中国嘛。所以马英九我都不想称他叫做前总统。为什么？你去中国的时候，你就接受人家叫你叫做马先生，而不是叫马前总统嘛？他连马前元首都不跟你讲了，所以你就是一个马先生。所以马先生不到，你不来就不来，因为你自己都否认你是一个前总统啊。你到中国去，你就否认你是一个前总统，所以你不来，今天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说真的，大家还麻烦你来嘞，为什么？因为要跟他握手，握手之后不跟柯文哲一样又被羁押，所以就倒霉嘛。所以这个东西，所谓马英九来不来这件事情，当然会引发所谓的对于所谓的主权论述的争议。但是国民党反而比民进党更烦恼嘛。国民党真的要接受马英九的主张吗？如果国民党真的接受马英九的主张，侯友宜的最后一天就不会不让马英九上台嘛。所以国民党如果再不去重整他们自己的两岸论述，不断的让马英九去代表国民党，头痛的不是所谓绿营人士，也不是赖清德，头痛的反而是国民党的这些小鸡们。所以，请问一下，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今天包括赖清德总统的整篇的文告里头，那里面所特别提到，刚才我们在镜头播出那几个重点，然后包括加上5号晚会的时候，那时候所讲的祖国论，对国民党现在看待这个立场上来讲的话，那会是用什么样一些立场？因为韩国瑜院长有没有注意到？韩国瑜院长也讲说，对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祖国，什么什么，大家现在是大家都抢着在讲这段话吗？我觉得当然有一些人哈。对我们国民党提出这个警告，或者是说预警，说，民进党在往中华民国靠拢哦，你们国民党要紧张哦。可是就我来说，我觉得台湾有同一个国家认同是一件好事啊。如果说民进党也可以认同中华民国，然后跟国民党过去的主张是一样的哦。走向宪法一中的角度，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哦。那只要是真心实意的，不要两手策略，嘴巴说认同中华民国，可是实际作为一直在去中华民国化，我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哦。那为什么每一次大家就会去注意说赖清德有没有唱国歌？其实没有必要去注意这个。2016年我记得那一年哈，蔡英文刚当选的时候，第一次的国庆的活动，大家也去注意说，蔡英文怎么没有在这个唱国歌那个环节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有讨论过了，就是国庆的筹委会主委是立法院院长，好，所以立法院院长是国庆活动的主人，因为他代表的是人民哦。那总统是在后面，是对。但为什么赖清德跟蔡英文大家就会一直去注意他们有没有唱国歌？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一直觉得他们的国家认同不是中华民国，会不会他们就是要必唱国歌？确实，他们每次都被拍到说。唱国歌的时候嘴巴就没动哈，就站在那边哈，所以未来哈，我觉得听其言观其行嘛，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华民国，每次国庆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去数总统到底今天说了几次中华民国，讲了几次这个那个哈，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哦，那越来越正常的话。我觉得当然是一件好事啦哈，大家就有说这次赖清德讲的中华民国的次数比蔡英文多，然后这次赖清德讲的是113岁生日快乐，因为国庆晚会我也在，他讲113岁生日快乐的时候，我有一惊，头抬起来。好像莱茵的反应都是这个样子。对，可是我觉得是好，我个人觉得是好的哦。未来如果大家都认为说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台湾共和国这件事存在的话，我觉得是好的。那今天韩国语的有24个字啊，我给他的评语叫做完整跟完美啊。韩国也讲了哪是24个字呢？中华民国是国啊，美丽台湾是家，中华文化是根，自由民主是宝啊。我觉得这24个字已经涵盖了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哈，不管是中华民国派，对岸也不能否认什么，我们也承认中华文化是根嘛，但是我们。有跟你不一样的叫做自由民主，那是我们的宝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像韩国瑜这样子的论述哦，今天我认为也凸显了立法院长的高度。OK，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听的，在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发现，那解读的时候，当然各自会解读，可是每个人的发言会不会都有绵里针在那个里头？其实你看赖清德总统讲的所有的词里头，刚才在议事案里面把2758号决议文会不会摆在里面？中华民国曾经被国际社会驱逐过，是不是2758号决议文那个时候的那一块？但是台湾人民没有自我放逐，然后赖清德不管你要叫他什么名称，
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里头隐含是不是也让某些独派也可以接受？你也讲说我可以叫台湾是那个国民，也可以接受。然后淑慧刚讲到韩国瑜院长所讲的那24字的箴言，是不是把包括中华民国、包括台湾、包括文化、胜或自由民主全部摆在里面？大家各自没你争，你讲那一段，我就摆出这一段。可是这过程，各位，你觉得国家认同在这里面，大家为什么会互相交锋？因为国家认同的议题，如果真的没有达成共识的话，最严重的一块是，如果两岸真的起冲突的时候，一天到晚有人会做民调，不是吗？如果两岸起冲突，谁愿意上战场，谁不愿意上战场，会不会有多少？哎，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过才2300万。你如果告诉我还可以分得出这个样的话，你告诉我我们怎么会变成一个拳头？好，这个就是每一次大家会关心的。但伯恩，如果现在来看，马前总统讲的最重的一段话是说赖清德不配当总统。他是直接讲到这个样子，然后讲到违宪，讲到什么什么这些。但是你说祖国论，如果看最近出来的一些民调，当然一定有人会做民调，其实正向的一些声量是比较多一些。可是你这样看起来的话，那对整个台湾未来团结，如果真的这么多一些声音，未来到底该怎么办？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赖总统他的国庆演说，我认为有发挥3个功能。第一个，他的这个团结国人；第二个，他的历史纵深；第3个就是他展现一个格局。第3个就是他展现一个格局。我这样讲好了，第一个，他直接面对1911年中华民国的创建史。这个坦白讲，这个过去在民进党内是有一些争议的，有一些争执的。但是他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历史纵深，直接到1911年，包括黄花岗烈士，他特别今天举出说，当时也有一群年轻人希望能够有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这个黄花岗烈士这个精神，他把它带进来，这第一点。第二个，他除了提到1911年这个纵深之外，他特别强调、坚定的强调说，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现在充分拥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一个国家定位这样的一个坚定事实。我们在这边落地生根。好，第3个就是说，他特别阐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互不隶属。就是说，它有一个历史纵深。换句话讲，这个部分它照顾到三个部分。第一个，你认同台湾的，或你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或你认同中华民国，就这3种人。所以他等于是希望把国人做一个最大的团结。唯一没有办法照顾到的，就是跟中国唱和的所谓的红统这一块，真的他没有办法照顾到。那我必须要讲，他今天这个谈话出来之后，我特别观察到，包括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总会的会长李玉嘉，跟潘总的这个这个过去工总的现任理事长潘俊荣，他其实过去跟国民党也是这个交情都非常好。这2个企业家今天都站出来说，今天这一篇国庆演说是两岸稳定的一个力量。那我说这次赖总统他拉高格局是怎么样？他不只谈台海问题哦，他还呼吁中国你要承担起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责任，除了台海和平之外，最重要的包括乌俄战争，包括中东战争，他都希望中国能够扮演起一定的角色，等于是我们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而你中国除了台海之间，我们希望可以捍卫区域的和平之外，对于国际社会你也有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把这个格局拉出来。那我觉得马英九总统他今天比较可惜的是，他还一直活在过去那种外蒙古啊，是属于我们的领土啊。秋海棠叶，他还活在秋海棠那个历史，他还活在那种我们要去讲什么喷赤河啦、歃雁岭集啦、真母暗杀是我国疆域的这个极东、极西、极南这样的一个论点。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论述其实已经不但过去，而且不合现实。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尊重这个马英九总统，他毕竟现在他虽然贵为前总统，他现在也是一介平民，他拥有他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的论点，包括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说，他今天讲一个所谓新两国论。对啊，你知道这个新两国论这个名词是10月8号国台办讲的。我很意外说，他今天引述的几乎跟国台办的言论几乎是一模一样。那我觉得今天因为他是前总统的身份，我尊重他，但是我觉得台湾我们要继续往前看，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的认同，我们要凝聚一个最大公约数，台湾要继续向前走，中华民国要继续向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
赖总统他的国庆演说，团结凝聚了我们的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同时他又展现了捍卫台海和平的最大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精彩而成功的演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赖总统的这篇文告的内容，包括113年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包括你刚刚讲到已经追溯到1911，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的意思是说，这可以视为就是民进党未来整个对于国家立场的定调就是这个样子吗？这很清楚，我们的这个历史的纵深就是这样子。这个中华民国就是1911年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这是事实。国际社会跟我们自己都要去重视。OK。杨明，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刚才我有讲说，那每一次大家会这么在乎历任总统的文告，尤其从小英一直到赖清德总统，大家会特别像赖清德总统会不会在文告里面讲互不隶属啊，类似这些？那我刚刚讲，从祖国论开始有做民调，那个正面声量跟负面声量，可是你不管正面声量是不是比较高，刚才博文特别讲到这篇文告，团结了国人，稳定了两岸。能够发挥到这样一些作用吗？因为最在乎的是，如果真的两岸大家都希望春暖花开，不希望有任何的纷扰，但是如果真的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讲我们只有2300万人了。如果要是过程当中大家因为所谓的国家认同纷纷扰扰出现，你要不要上战场？你想不想为这块土地拼命？你想不想？那我们就没得玩了。所以从这些来讲的话，看得出来，在未来是真的都可以走向正面了吗？我们先从声量开始讲哦。好，最近赖清德变成一个声量的这个吸引机哦，尤其是什么祖国论哦，祖国论它的声量创下它这个近期的新高，近1个月的新高。那祖国论有声量，不见得是好事啊，有可能是负面的嘛。是啊，对。但是呢，赖清德大量的都是正面，就是说正面跟负面最后平均起来1比1。意思是什么？其实是等于是。差不多，整个评价没有说一面倒。对，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赖清德总统的这个祖国论在论述上面，因为你看，就连谢龙介都给他一个赞。这代表，因为他讲他的论述是从中华民国为出发点。即便像马前总统他们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切割所谓的中华民国的1949年以前，他把它切割掉嘛。对。但是呢，对于比如说很多的所谓的中华民国比较务实派的中华民国会觉得，对啊。你从一个独派转移到变成是在讲中华民国的历史，我相信很多国民党里面，尤其浅蓝的，他们会觉得说，对啊，这就是现状啊，这就是现状啊，这跟他讲的差不多，没错。所以我必须讲，像今天当然祖国论里面其实是有一句比较这个所谓的，你要说挑衅也好，或者说比较揶揄就讲那一段75岁以上的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众，祖国可能是中华民国，这一句话其实我认为是比较当时祖国论里面比较刺激的话，可是在这一次的国庆演说里面，在今天基本上没有刺激啊，没有太多的刺激。即便是他明明很想讲2758号的这个决议，他都只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用这一句话概括。那代表他把他想讲的话用最保守的文字精简了。而且呢，其实我认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虽然看起来是说主轴叫团结台湾。那我觉得某种程度，它还有一种叫做第一个，它用中华民国的角色去诠释历史。这跟过去的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其实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而且是很有自信。我从古宁头这个823到228美丽岛，我就把它一路串下来了。好，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概念对赖清德来讲，我是很有自信，我要来成为中华民国元首。所以。这一段我认为蓝军来讲你要去骂他什么的，其实很困难。可是呢，对岸绝对不领情啊。当然，你说什么要他去要什么呼吁中国什么这个把这个承担起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这个终结乌俄战争跟这个我想说哇，这个赖总统你这个喊话会不会太高了一点？但是他就这个叫做世界上的格局的问题嘛。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赖总统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啊。当然黄国昌委员他们也讲了嘛，里面这个叫做这个叫我们一般是说叫致敬柯文哲的这个叫致敬柯文哲的那一句，柯文哲原句叫做不因少数利益牺牲多数利益，不依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这是柯文哲过去很爱讲的柯语录。而这次赖总统他是说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凌驾人民的利益。好，这一段，所以很多人把它解读成什么？
第一个在意识形态，今天这一篇演说的意识形态，它没有所谓的真的，我讲真的没有所谓的特别的统或独的问题，可是呢，在这一种所谓的叫做内政的形态上面，甚至包括居住正义，包括打诈，其实是符合多数人的期待。那换一个角度，这就是我认为这叫赖清德寻求连任的起手式，也就是他的目标已经放在2028，他希望他的选票能够过半。那个引用，你觉得这段是已经开始在为未来？因为黄国昌特别讲说，赖清德不要忘了，你只有40%的得票率，你要面对60%对你不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要谦卑或什么。但你觉得赖总统已经开始在为2028内战，而且一定要得票过半，甚或讲立法院是不是能够过半？要不然的话，所有事情全部都再来一次。这就是他因为知道他2024只有40%，所以才要讲这些，让所谓的中间选民，让所谓的甚至是所谓的他们口中回头草能够往赖清德或民进党的方向移动。OK， 我想他走，我以前陈水扁叫新中间我说这个也许叫做赖清德新中华路线。OK。会不会赖总统这个新中华路线真的能够像杨明讲说，能够已经是为未来的选战铺下了起手式，甚或能不能够过半选人？但是一个文告。他其中分几问，当然我有注意到里面，他也特别也感谢了，包括韩国瑜院长跟卓荣泰院长，说这两位，然后因为为了最近朝野一些的事情，是不是也隐含刚才杨明所讲那段都摆在这个里头？五哥，我稍微补充一下，你看这一次赖总统他特别提到1911年那个中华民国的创建史，他也提到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对，这两个感觉好像时空完全不一样的背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两个事件背后都隐含了年轻人为了国家、为了土地，都希望争自由、争民主。所以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价值，在中华民国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共同融合。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寻找这个公约数。但我就讲一个文告，除了希望能够让国内所有的民众，大家尤其绝大多数人，是不是大家能够认同，生活在国家认同各方面来讲的话，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出口。但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是怎么样，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伟航，反正你不管讲什么，老公也不会买单嘛，对不对？对。那反正一样嘛，27架次的飞机，然后9件次，所有这些他还是这样去绕。联合利剑 B 也一样。那甚或那时候外媒有报道说，老公会不会因为从那时候祖国论开始一直到现在，会不会在我们的国庆，然后刚过没多久就开始展开他们的联合利剑 B 的演习？会不会再来一次类似像这些？可是这些对于赖清德这种今天这个演说来讲的话，后续的发酵会是正向还是负向？好的啊，我们先从那个祖国论。的抛出来，当天是晚上嘛，第二天呢据这个军方的友人表示，拢来啊，对，该来的都来了，就不用管阿共会讲什么。第二天呢据这个军方的友人表示，拢来啊，对，该来的都来了，就不用管阿共会讲什么，实际的动作已经表示了。好，从10月6号开始，就一直有，只要天候许可，他们又恢复了先前的强度，就因为之前有台风嘛，那到后来又恢复先前的强度，然后呢，在这个国庆的前夕。9号的早上6点到10号的早上6点，总共有27架次就是骚扰我们的空域，还有9船次9舰次，那是船舶了那当然它会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差异，比如说它什么上面起降它的这种舰只所展现的超演的强度有时候只是站一下就走了，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明显是有所谓我们叫科目的东西，他有在训练嘛那就这个军方的这个角度，他会说这个联合利剑怎么样？但是把两个合在一起讲，它可能是联合战备警训，就是我有好几个不同单位的解放军的空军、海军联合一起出去，但我就这样绕一下，这叫联合战备警训。那再来另外一种呢，就是2024利剑，2024利剑 B。的这个一个大规模演训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他们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讲，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
会不会从祖国论之后，联合战备警巡就一路高强度的持续进入了演习？那当然台湾这边也不是坐在这边看你怎么样，像国防部在8号也释出来，他们那个西昌可能要射火箭啦，我们已经看到了，应该是我们的卫星看到了，他们可能在添油加油添醋这样准备要射了哈，所以。我们也有主动释出一些消息，就是你们的动作我们有看到，所以你不要太过分，你不要在国庆日的时候故意来招惹我这样，所以双方都有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博弈。当然，还是回归一个基点，就是其实很多人台湾也会问，美国人会怎么看待祖国论因为这个祖国论翻译成英文是 motherland 嘛，母国。那翻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期待说，美国人会反对吗？美国人会认为台湾是挑衅吗？这一点很妙，美国前面都没有什么直接回应。但他针对国庆演说这个事情，他对中央社记者以及对路透社，他讲的逻辑是很类似，都是不希望借由赖清德演讲的内容作为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一个理由。那对中央社回的更直接，就是中共不可以因为演讲的内容来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也就是说，美国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他不在意你1国2国几百国，他只在意台湾海峡的和平及稳定。这是一个很玄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以美国人的标准为标准。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军事动作太激烈的话，他会觉得你是破坏的。所以现在美国已经明确画一条线出来，好，你不能因为赖清德的讲稿而有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动作。但是呢，在那之前，他没有说赖清德的讲稿是能够促成和平，还是会去刺激中，他都没有讲。他就说你不要借此生事。所以我认为，美国抛这个话出来，台湾这边有一些指出你西装可能会射火箭，有这些动作，其实中共要扩大比较不容易，因为你真的要生气，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居然不叫我祖国，我就要给你扩大，也很奇怪。赖清德武昌都讲，武昌起义都讲了，就是。赖清德已经充分释出善意，当然了，国内可能其他在野党会觉得说你还没来跟我谈呢，释出善意应该是直接来谈嘛，不是只是在这边讲讲。但赖清德现在做出了这个局之后，其实要下台阶的已经不是他，而是中共。中共是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扩大后续的军事动作。好，那两岸之间，尤其是老共的一些动作，到底会大到什么样一些的程度？当然呢，大家都在观察当中。OK， 可是如果对我们来讲，小玉第一个。好了，我本来刚才等下博文讲说那个喷赤河跟曾母暗杀，我本来想要问你，还有杀人对不对？要问你说那到底在哪些地方？好，算了，不要为难你。可是这一份包括这个文告，这个文告的重点，好，我们这样讲好了，你不可能一个文告出来2300万人每个都买单嘛，大家都知道，最起码马前总统一定不买单嘛 ，OK？ 可是对大部分所谓的中间选民，好，或是刚才杨明讲说要吸收所谓的回头草。因为黄昌他们也已经讲了，因为今天在同时后，第一个黄昌他们讲说8个立委都到场，表示对中华民国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可是等到结束以后，他们接下来就在西门町那个地方，不是就是要集结，然后司法争议，所有这次没有反废死的嘛，对不对？后来口号不是反废死拿掉，OK， 反正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些过程当中，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同时也提醒赖清德说，你不要忘了，你只有40%，类似这些。可是包括这篇文告或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对赖清德总统来讲的话，能够吸引到包括我们讲说大部分中间选民，甚或刚讲到回头草那些嘛。今天下午民众党的那些动作，在未来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就大家可受公平啦，但是我觉得说有几个点，就是说民众党这8个立委，你除了是民众党的党员之外，其实最主要是立委嘛。当然，但是你要看场合啦哈。但我会觉得，我举几个我个人不以为然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说，今天呢，他们早上集结嘛，那看起来8个人就喊出团结，然后就穿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制服啦啊，那 justice， 然后还比出这个手势啊，这个给媒体拍。那问题是说，今天你们是来参加国家的庆典吧？这个场合不是只有你们，不是说为柯文哲申冤的一个场合。这个上午呢是国家的庆典，还有很多的外宾啊，甚至有什么这个元首、什么大使都有来嘛，这样。那坦白讲，你要这样吗？因为像你们下午是在西门町有自己的场啊，你要穿这样的话，其实你下午你可以，因为立法院离总统府很近，你可以回自己的办公室再去换衣服。事实上，上午应该是要着那个正式的场合啦。可是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在服装上面就会有点不合格。
因为毕竟这是国家的生日，非常隆重的场合哈。好，所以似乎他们就把这个国家的庆典呢，当做你要政治斗争、政治诉求的一个工具哦。那再来了哈，那当然他们这个黄国昌今天最 care 的哈，他基本上应该也没在听赖清德在讲什么啦。反正基本上现在赖清德不管讲什么啦，反正他就是开始一直骂绿兴威权啊，这个大家都会讲。他今天 care 的是呢，今天整个国庆场合竟然一开始呢是没有安排柯文哲的座位，然后呢然后他后来他就说非常感谢韩国瑜啊，就是给柯文哲的一个座位。但是我先评评理啦哈，就算这个座位它上面也没有写柯文哲啊，上面就只有写一个台湾民众党，那你怎么说这个座位就是柯文哲？那其实事实上啦到底这个座位是我先厘清一下哈，我相信我相信那个黄国昌应该知道，就说整个筹备的委员会其实就是立法院，就是韩国瑜他是主席嘛，对。那事实上呢，内政部只是秘书处那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到底要邀谁，然后谁在台上，然后谁的座位，这种事情都是应该是韩国瑜，可是他就一定要讲说啊，就是赖清德啦，你们打压啊，连座位都不给他，就赖清德不给，韩国瑜给。对，然后那个内政部还发了一个声明就跟他讲说，他们只是秘书处的角色，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事情都是交给这个韩国瑜来决定。结果呢，这个黄国昌呢一定要这样子讲，他就说不管啊，反正人在做天在看啊，他怎么样，已经跟你讲的就不是内政部啊，他就不信啊，就说一定是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自己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他有点陷韩国瑜不义耶。为什么？他说是韩国瑜跟他讲的，是内政部一开始呢不给柯文哲位置，是韩国瑜不同意去争取，所以才还给柯文哲位置。我这个你相信吗？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哎。对，那好了，那不管是韩国瑜，反正他现在因为韩国瑜也不能出来跟你讲有还是没有。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尴尬嘛。那我坦白讲，你到底要帮柯文哲争一个座位干什么呢？对的，那你今天如果真的你很 care 柯文哲的座位的话，你明明就知道他不能来嘛，他就在看守所啊，他来干嘛呢？不是，他就不能来啊。什么叫他来干嘛？他就不能来，他就不能来。你怎么知道昨天不会突然说就交保了？看到没有他？看到没有他？不是，我说突然检方就起诉完就交保了，对不对？搞不好啊，这种就你们这个地方要安排你们的，然后那个地方搞不好就交保，因为昨天大家也没想到朱亚虎跟李文忠两个人上朱亚虎，大家也没想到昨天抗告，然后竟然有高院发回，虽然结果等一下再聊这一块，对你也不知道。杨幂的意思说世事难料，谁知道？世事难料。而且其实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他党主席不是请假了吗？那为什么要帮他留位置？对，那如果你们真的 care 柯文哲，国庆筹办他一定会安排位置，你来不来你随便嘛。那所以他也不会说你不来，你有什么事情不来，就是你就算被羁押，他也不会因为你被羁押不摆。理论上，民众党可以别人做吗？因为他也没写名字。对，可以啊，对嘛？如果我就要讲说，如果他真的这么 care 柯文哲，一定要有一个位置的话，那你们怎么不带领个人形立牌来嘞？就是不是都什么之前不是有诺贝尔奖都不能来的，危险物品就变台位了，就是有那个气球。摆一个照片在那边也很奇怪啊，你就拍一个柯文哲照片嘛，柯文哲之位，放一颗橘子位，不是有非常多解套的方法，我就不理解，你帮他争一个不能来的人的空位，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好了，那正好就代表他们这个中党爱国了哈。那再来了，就今天下午好，那你今天下午就是要帮柯文哲争那个正义嘛？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民众党就是为什么你不堂堂正正，就是你的这个主轴的主题是什么？好，他就一直讲说是为了司法正义嘛哈。但是你看今天上台的人啊哈，基本上真的只有陈佩琪今天有到。陈佩琪讲的这段话，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请释放柯文哲。对，非常简单概要，就直接告诉你，只要有司法公义，请放了柯文哲。如果柯文哲没出来，就表示台湾。为什么从你的嘴巴里讲出来就那么的理性？其实他是讲说，请释放我的先生啦，如果那个把我的老公还给我啦，他是这样讲，所以他是诉求感性。对，他说把我的老公还给我，如果台湾有司法正义的话，请把柯文哲放出来，把我的老公还给我，他是这样讲了哈。好，那大概只有是不是只有陈佩琪 care 柯文哲出来这件事？因为你看他今天所有的诉求，我就觉得说，民众党你要就是说让他司法这个去释放柯文哲的话，你就大大方方讲嘛，就释放柯文哲嘛。可是他今天就什么司法正义，然后你看上台的人啊，这个是吴怡轩啊，他就上台就噼里啪啦一直在骂钟小平。然后呢，他一直在骂钟小平的时候呢，旁边的那个群众就讲说，选中正万华，选中正万华，就变成他的造市场了。西门町啊。在万华中正万华，对啊，是啊，这个马上就变成吴怡轩的造势场合啦。那你看他的主轴，他就一直在针对钟小平。那其实
这个大家就知道企图心是昭然若揭嘛，因为上次吴怡娟就差一点嘛，那钟小平刚好跟他同选区啊，那你去打了钟小平，你不是就摆明了就是对你的这中正万华选区有利吗？好，那你说黄国章上来，他开始大讲什么呢？他就开始讲说哦，这批赖清德啦，你有什么脸哦？今天你有什么脸的去引用柯文哲的话，说什么应该要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他说这是柯文哲的话。他就开始讲说哦，这批赖清德啦，你有什么脸哦？今天你有什么脸的去引用柯文哲的话，说什么应该要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他说这是柯文哲的话，然后就开始骂说什么赖清德的这个讲话毫无内容啊，然后说什么他讲话的内容就没有提到原住民啦，没有提到新住民啦，没有提到司法改革啦，没有提到媒体改革啦，拜托姐嘞。那如果说按照你要这样从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你通通都要讲的话，那赖清德的讲稿不是要3小时吗？不是，我是觉得说你要骂，你要有个道理，然后他就一直讲说，这个讲到赖清德就一直批他，然后讲到韩国瑜就是韩国瑜好棒棒，团结台湾，高度很高。不是，那我是说你的主轴到底在哪里呢？好，那果不其然哈，就说他们这个线上的人数就有点惨啊。那我刚看啊哈，就是如果是这个民众之声自己的那个本的这个频道，大概只有1000多人。那柯文哲自己个人频道大概36000了，36000是而且才是黄国昌上台的时候哦。那你看36000。你大概觉得这个还好，不多不少。可是比起馆长的直播人数就5.4万。馆长一定多。对，就甚至比民众党还要多。那我最后要讲说，他为什么要选在西门町嘛？线上人数撇开不看，可是他为什么要选在西门町？西门町人就很多。对啊，这就是民众党很爱的自然溢出法啊。他们不是上次柯文哲选在台南也是自然溢出吗？反正来这个观光客啊，来吃小吃的，全部都是他们的支持者啊。那这一次坦白讲，你说200-300人是真的都支持柯文哲的吗？很多去买老天路的啊，很多去吃蚵仔煎的啊，很多从捷运上来的啊，那些不是看到黄国昌我在南部没有看过黄国昌我看过郑芝龙好高兴，去看一下在哪里。那去排队买老天路的这个也算是你的人吗？对，他们就很爱自然溢出法啦，所以我还是去回归正题啦，就是你回到这个好好讨论案情的本身，好，对，就是为什么连朱雅虎都被羁押，所以呢，柯文哲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牢里？我们待会可以好好讨论啊。因为淑慧本身是市议会的金华城这个案子的召集人嘛，对不对？你要不要讲一下陈佩琪讲的这段话？只要台湾有司法公义的话，放了柯文哲来。我没有想到之前民众党擒了国民党，擒了游淑慧之后，现在还要擒了司法哈。为什么放了柯文哲才叫做有正义、有司法公义？对，有为什么？请问他的等号是为什么呢？好。他当然可以以说一个妻子的这个角色哈诉诸以情，但是司法就是无情的啊。司法就是讲证据、讲法律、讲依法行政，人人是平等的啊。那你怎么不说把所有的被告都放出来？现在超多人在这个看守所里面，而且都是同案被告7个，对，同案被告7个，而且在里面啊，但是同案被告已经超过20个了，21对，所以金华城是不是一个弊案，还是一个冤案啊？你不可能说那一些人都该死，但是我先生是冤枉的。北检不可能去制造一个史上最大的冤枉，只为了要去追杀柯文哲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整个民众党从柯文哲被声押禁见到现在，不断的用群众力量去干涉司法也好，给司法这个压力也好，在我看来，这就不叫一个司法的公平正义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力量啊。别人没有这样的力量，你有这样的力量。即便今天法官基于说这样的压力，受不了了，我不想被肉收，好，我让柯文哲出来。但是这对别人来说就叫做司法不公正啊，不是吗？就像第一次的地院刘德华说，哎，柯文哲不知道他不懂，他没有专业，他不知道，引起多少舆论的哗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当台北市长8年呢，章都是他合的耶，会都是他开的耶。你怎么会认为说他不知道，然后别人都知道，别人都该死，别人都该负责呢？但是当然，北检现在办案办到现在，我最近看到一个民调，就是相信柯文哲有图利收贿的比例正在降低那
降低了5%，而这5%其实也不是变成相信他，而是转到不表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民众党的这个策略奏效啊，他就不断的在批评北检啊，那刚好又有一些媒体真的在配合乱报的角色，只要是媒体一乱报，他们就说这是北检的爆料啊，就把它连在一起，把媒体跟北检连在一起啊，然后再来就是最近的讨论确实有点失焦，然后整个民众有点失去耐心了，因为讨论太久了。当然这样子的这个状况会到起诉书出来的那一天啊，真相就会出来啊。可是当这个民众的这个对柯文哲的疑虑啊，有一点在移动变动的时候啊，就会加强民众党啊诉诸政治的这个正当性。我这5楼音哦哈，我只要继续用政治的力量哦，其实真的第一个巩固了小草。第二个，让社会的一些民众哦，他的这个立场跟他的想法动摇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朱雅虎昨天呢，本来我们认为朱雅虎抗告，然后发回更裁哦，会成功交保。为什么？因为他是模范生，他完全认罪嘛。那北检也好，法官也好，总是要让其他被告看到一线希望。那想不到地院的法官啊，昨天的轮值法官还是继续让他在羁押哦。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法律的观念哦。最近民众党一直在攻击北检，我也不想帮北检讲话。可是北检的角色是什么？他是检察官，他是要破案的，他是要追案的，但他只有申请权，他什么都只能申请，我要申请羁押，我要申请扣押，但是他没有裁定权，裁定的是地院的法官。至今已经有几份的裁定权都是支持这个北检的，好，不管是把柯文哲羁押禁见，或是把这些被告羁押禁见，或者是把高达300多亿的一块土地给扣押下来，这是非常大的扣押，很少见的扣押哦。那为什么地院都会同意呢？这法官都是不一样的哦，不是同一个法官哦。如果同一个法官，你说哎呀，还有新政哈，他有立场没有？每一次的轮值法官都不一样。那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北检手上的证据其实相当足够。OK， 对未来来讲的话，当然你说如果到起诉或不起诉的那一天，那不管是起诉或不起诉，那里头一定会要交代所有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些事情。到时候很多事情当然就会慢慢浮上来，然后包括到了地院，那大家再开始慢慢打。但是昨天晚上那个新闻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嘛，朱雅虎、李文忠2个人同时提抗告。然后结果一个被驳回，另外一个发回更裁，结果更裁以后，地院也很快，你更裁嘛，对不对？没关系，我3更半夜也开，11点多直接加开，然后到了早上大家都还没起床，是朱雅虎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到4个多小时，然后结果还是一样，还是羁押禁见，而且重点是再羁押禁见，他一定要写理由嘛？他为什么要把朱雅虎再押？好，我要讲的哦，刚才陈佩琪说以感情诉求放我老公出来，对，但是要跟小武哥上课，你要放你老公出来，要提抗告。谁放弃抗告的？就是你柯文哲本人放弃抗告的啊！所以我羁押你刚好而已，因为你连抗告都不抗告嘛。而提抗告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前高院就直接所谓的朱雅虎跟李文忠提羁押的抗告案嘛。高院就直接裁定，有一个人要放他出来呢，叫你要重裁呢。这个人叫朱雅虎嘛，因为他所犯的刑叫行贿罪，行贿罪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罪嫌虽然重大，但是他不足以5年以上嘛，所以羁押的理由并不足。第一个，第二个，他并没有检联没有提出他有所谓的串供跟灭证的嫌疑嘛，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足够的证据来说服高院嘛，所以高院就发回更裁嘛。但是李文忠呢，你犯嫌重大，你是叫做收受贿赂嘛？收受贿赂犯嫌重大，而且有串供灭证之嫌，所以又给你羁押下去嘛。所以提抗告有没有用？当然有用。所以以所谓的你们主张的司法正义，你们主张的程序正义，如果真的要放柯文哲出来，请他的律师赶快提抗告。但是重点是你要像朱雅虎一样嘛？为什么呢？为什么朱雅虎的重点，高院的重点是他有坦诚部分的犯案事实，也就是说犯后态度良好，所以你没有所谓的可能会逃亡啊，会灭证，会串证嘛，所以我给你放出去嘛，因为我羁押的叫做调查嘛，你调查如果愿意配合，我当然可以放你出来嘛。
重点来了，柯文哲有没有配合？没有配合，我要约询你，你还身心状态不好，还不愿意被约询，我当然继续羁押你呀。所以这整个的问题都是柯文哲的问题。而朱雅虎打回地院做所谓更裁的时候，里面的理由非常有趣哦。朱雅虎坦诚部分事实，只是部分哦，也就是说，地院认为还有其他的事实，他并未坦白嘛，而且重点是依照周刊的报道，它里面是坦诚什么部分？是210万，按照给所谓的沈庆金的指示行贿柯文哲，跟李文忠是没有关系的哦。你们不要再推给李文忠了，因为所谓210万进到所谓的民众党里面，跟李文忠是没有关系的哦，是金华城、沈庆金的高层拿了现金给这7个人，直接汇到民众党的党部里面去，而民众党的党主席是谁？就是柯文哲，也不是李文忠啊，所以柯文哲要直接面对是210万的所谓的行贿的这个事实的部分，要去做坦白从宽嘛。如果你连约询你都不愿意回答，这210万你都没办法解释，你在避开所谓的约询，避开所谓的调查，人家为什么要放你出来？这个东西就整个证明了民众党就是法盲，民众党就是把它无限上纲，他们才是真正的迫害司法制度的人。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奕善已经讲了，包括高院发回更裁以后，我讲各位你都不知道那被压的人，然后当知道高院发回更裁，你可以想象朱雅虎的心情。我告诉你，那真的是觉得看到前面一片蓝天，然后也不知道北院为什么动作快成这个样子，连呼吸久一点都不行，马上11点多，如果时间我没有看错，11点多直接再开4个多小时以后，还是决定要羁押禁见，而这个过程，当然你可以想象了，我相信朱雅虎应该还会请他的律师再提抗告 ，OK， 你再押嘛，我再提，那看高检地方那会不会再发，那高院会不会再发回？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一段参酌因为朱雅虎再被羁押禁见里面，北院是说他涉贪污治罪条例，大家都知道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贿罪嘛，嫌疑重大，且其坦诚行贿金额及范围。参酌卷证及共犯或证人的陈述，尚属有疑。你的钱，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参酌卷证及共犯或证人的陈述，尚属有疑。你的钱，我觉得好像不太对。你承认的范围，我觉得不太对，这是北院的用词，白话文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参酌其他嘛，因为这个案子被羁押了7个人，然后包括还有21个人都是被告，我东问西问，全部都问完以后，我觉得你不是全部都，如果照北院这个词来看，你可能不是全部都坦诚，所以即便了，但是北院有一块，大家都知道，常看我们节目都知道，如果要羁押禁见的话，一个你有逃亡之余，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有串供 ，OK， 然后本刑5年以上，类似像这些。可是北院有直接讲，你说他潜逃，他不认为他会逃。他说，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通缉，也没有说传他不来，他不认为朱雅虎会逃。这一部分北院直接说，检方也有拿这个当申请理由。北院说没有，我不认为他会逃。但是北院重点显然是在这一块，而且他怕你未来，你到时候你坦诚一部分，你可能在未来避重就轻，翻译前就再翻供嘛。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样。所以这整个来看的话，这未来朱雅虎这个角色到底在这里面会扮演到什么样一些程度？现在如果照媒体上一切出来，不管你说他是不是科幻文或什么，但是从北检所发出来的新闻，最起码他们也在查橘子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他没跟你说他扮演一定是什么角色，但是北检只有说，对我们确实有一个许姓的证人，我们在调查当中，但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涉案或什么，大家不要妄加揣测。最起码证明他们有在查，但到底是什么？而且讲到橘子，小雨。请问一下，你跑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都是你跑的，对不对？对。那橘子，请问他到底橘子在那边这几天大家讲的，不会听也正的啊，是吧？他到底怎么样 ？Hello， 你好吗？真的吗？妈妈橘子柚子啊，现在这个很红的卡通啊，这个橘子没有。你要问我橘子的话，我觉得奕善哥，有我上次问过奕善啊，对，我对他是
我看过他，因为他后来不是也有到市府，到那个包括市长室，对啊，然后后来是一路跟着柯文哲到民众党，是做他的那个秘书嘛，就是他很低调，所以他非常符合柯文哲这个旁边的心腹的人设啦。就是第一个就是很信任，然后第二个超低调，所以低调到就我们记者都很少去跟他一个接触了哈。但是坦白讲，但是他的那个一个重要性哦，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新闻非常有趣，就说不是柯文哲昨天前几天的北检还约谈了谢明珠，柯文哲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哎，对，这个明珠姐我跟他就还有交手过了哈。那他出来的时候呢，哈，这个媒体有问他，然后不知道他是为了撇清责任还是怎么样哈，他就说呢，他担任市长室主任的时候呢，因为有被徐芷瑜针对，所以他搬出了市长室，还另辟办公空间。哇，我想说，办公室主任对被他针对，对，他。不是，这被针对这个还好，重点是他针对之后呢，是他输了，他搬出市长室。对，你是办公室主任呢，对，你输了，你被一个小秘书，被一个橘子干嘛给针对，然后竟然是谢明珠搬出去，然后橘子赢了，我不太理解。那当然啦，你现在的解读是说，那看起来谢明珠的这样子的讲法，是不是要跟柯文哲撇清责任？就说啊，我那时候就被针对啊，所以我搬出去啦，所以后面跟我都没关系，都不知道。对，所以看起来，我觉得谢明珠这样的讲法，只是说如果谢明珠讲的是真的话的话，那你会当然啦，第一个很符合柯文哲很喜欢那个《后宫甄嬛传》，他让他身边的人斗来斗去嘛。那第二个，如果说这个谢明珠被针对到要搬出去，他会跟柯文哲报告吧？因为你一个办公室主任从那边搬出去，还要帮你另立一个这个办公室，那柯文哲都不闻不问哦，那一定是柯文哲默许嘛。所以如果说谢明珠讲是真的，那橘子真的就很就重要到很夸张啦哈。那另外北检昨天也约谈了一个叫周芳如啦，好，就这个现在这几个名字都比较低调啦。那周芳如就是他的角色是说，他有当过这个李文宗在那个北捷董事长的秘书。OK， 对，所以我认为说周芳如约谈他哈，我认为不是政治现金啦，因为媒体有说啦哈，就是他也蛮奇怪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只要去当那个民众党的官呐，只要去台北市政府有被任职，或是你稍微有被他提名，因为这个周芳如有被提名这个不分区立委，所以当时也被查出说他2019跟2021年捐多少，又捐30，一个捐30，一个捐20，就是。他们很喜欢回捐的制度，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看起来，周芳如跟这个谢明珠在这个时间点被约谈，看起来都跟这个政治现金，我认为是跟政治现金，或是说跟金华城有相关的关系。因为我刚刚讲周芳如是李文宗在北捷董事长的时候的秘书，他应该知道李文宗在干什么了哈。好，那回过头来，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朱雅虎的部分了。朱雅虎，你有没有？你知道昨天看到他也坐轮椅嘞？有哦，真的？对，他吼结狼。然后后来被推出来，他就是可能知道这个在开那个羁押庭的时候，他就坐轮椅了。哇，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那个北检的这个北院的理由啦，哈，是说他暂时只坦诚部分，对，所以等于说北院昨天在看声押庭的时候，检方一定有提供证据，赶快跟你讲嘛。他因为那个北院后来是讲说他因为北院很聪明啊，他就是有先讲说这个朱雅虎啊，他都不会逃亡嘛。高院跟北院都有强调说朱雅虎没有逃亡，即便他有家人在海外，但他也认为说朱雅虎没有逃亡的一个这个疑虑啦。好，包括就说你叫他传唤他也会来啊，然后也没有看到他在收行李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都不认为说他有逃亡。但是呢，北院认为说他有勾串之余，还是认为他有勾串之余，而且还认为说他。担心啊自己呢会变重罪，为了避免受到重刑，然后所以呢他是暂时先坦诚部分，然后仍有避重就轻，还会翻供。北院那个北检还认为说他未来这个我可以让我保外，可以让我先交保。那未来他起诉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翻供，所以他认为说他还是有事实呢可以让他这个去串灭供之余啊那所以为了保障这个诘问权啊，所以他还是把他这个给他羁押了那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朱雅虎他其实并没有全部招供，因为如果全部招供的话，他应该转污点证人嘛。可是他反而是提抗告，他是提抗告，所以代表说他没有转污点证人，所以对检方来讲，现在对检方来讲有个麻烦，因为现在沈庆京住院了嘛，对，所以等于说检方现在动不了沈庆京，
所以他动不了沈清清状况之下，看起来里面唯一有可能可以坦诚的，只剩下朱雅虎。因为朱雅虎对他来讲，他就是整个金华城里面穿针引线的人，你可以说他是白手套嘛。对朱雅虎来讲，他前后大概只一个拿300嘛，拿他年薪300，再拿一个酬庸300，总共拿了600。那你沈清清，你有200亿的利益耶，我只拿600，我为什么要帮你扛这么多？所以我就是说，我听到很多法界人士在分析啦，所以检方一定会怎样都要想办法把朱雅虎给压住，至少从朱雅虎下手，因为白手套是最好下手的，因为沈清清一定不会愿意招供，李文忠也不愿意招供嘛。那对于朱雅虎来讲，我才拿你600万，你沈清清200多亿耶，我帮你扛，我多划不来啊。所以看起来了哈，就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是李文忠啦，李文忠昨天不要忘记，他除了他受贿之外，他还有一个背信哦。有个背信之外，最近不是约了超多大咖的吗？什么这些媒体大亨啊、陈银柱啊，看起来李文忠跟政治现金还有关。所以我当然认为说，现在看起来他是散弹开花了，就什么连政治现金都开始查。可是李文忠不会让他轻易出来的。你除了金华城他不吐实之外，另外跟政治现金还有很大的关系。最后我要讲了，我觉得橘子回不回来哈，我认为跟这个案情也还好啦。为什么？因为坦白讲，就是检方手上就是橘子没回来，检方也不会办不成嘛。因为至少你朱雅虎前段。可是你这样讲，包括你看像黄昌或是小草人跟你讲说，你就查不到金流啊，查不到金流，你就是政治追杀。我不管你要不要用图利罪起诉他，用图利罪起诉，你可以想象，你起诉的那天，那就一定会是国内政坛腥风血雨的那天，因为你们就是政治追杀，何不你们就是用所有的一切，那叫什么新威权然后就是要用所有的把司法搞成你们的家法，然后搞成是这个样，用图利肯定是这个样。那所以他们的重点一直不是跟你讲找不到金流放人啊。第一个哈。那个橘子啊，他家已经被搜索过了，所以看起来检方应该除了柯文哲的 USB 之外，应该这个橘子也有一些 USB 在手上。对，那他有一些证据，包括这个朱雅虎他的供词是至少今天这个北检有释放出一点信息吧，至少210万，这个看起来他们有信心啊，看起来是一个对价关系啊，那至少560亿。朱雅虎只认他到560啦，那560以后呢，要携手同行的就可能是别人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过程，我刚刚讲说，你可以听到，当然你也听到，包括民众党一些朋友就直接跟你讲说，金流，北检你请进全北检甚或检调联所有的人，难道就真的找不到吗？找不到是不是就代表柯文哲就是冤枉的？陈佩琪当然可以大声的喊。就是还我夫君，就这么简单。你如果台湾有司法公义，有没有听到？我问台湾有司法公义，还我夫君，就这么简单一个词啊。当然，你有些人就讲说，那个出国，包括橘子出国的时间点或什么，其实我也在讲哦。其实对橘子来讲，他最简单的一段事情就是，他只要发一个声明，生活他是去读书嘛，去读书应该不是明天。那是他们民众党自己讲的。对，我的意思说，去读书应该不是明天读书，今天上，然后明天去嘛，然后学校就开门了嘛。对，所以应该是我只要把我那时候申请的一些东西去掉个人资料的一些东西，我传回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不要在那边再一直讲了嘛。可是从媒体那个对民众党所讲的科幻文出来以后到现在，橘子他自己。因为我最起码我没有看到以他自己的名义，有媒体的采访的人说好像他有没有跟媒体的人联络，可是我没有看到以橘子自己的名义发过一些的声明。你设身处地想，如果你是橘子，你是冤枉的，你是清白的，你会不会想发声明？会。对，我不见得要回国，可是我是不是发一个东西？我讲我就是去读书的嘛，我就把那些东西弄给你们看一下，把你们这些讲的去个转播讲成这个样，我发给你看嘛，不能解决了吧？好歹这样可以证明一些吧。我这样讲第一个这个时间点的巧合，你也不能够说这个大家的质疑是没有道理。大家知道那个8月27号那时候，应小薇不是他本来先在这个桃园机场，后来又跑到台中，他想要闯关看看这个电脑连线可能没那么快，我不知道他头脑在想什么。好，8月27号，应小薇当时就被刚好被拦住。在那个之前，刚好就检方发动几波大规模的搜索，然后那时候也传出说这个邵秀佩，你看那时候邵秀佩他不是被传出说可能潜逃，他立刻发声明，他说透过李四川，他跟李四川讲说没有，我是公务员，我是公务员的这个请假正常请假出去旅游，然后他立刻就是发澄清声明，然后立刻回来。对，邵秀佩是这样做，是橘子没有。他在8月27号这个应小薇的事件之后，他同时也在8月27号他就闯关过去了。所以今天如果检方已经查到说，橘子原本一个大家外面都不认识的人，突然全台湾好像都在找他，我想他至少应该有个声明，对不起，
我是出国留学或游学，好，就像刚刚这个署委讲，但这个都是民众党片面讲，不是他本人讲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当然是起人疑窦。第二个，其实武哥你刚刚讲到这个陈佩琪啊，你说他这个好像为自己的夫君，台湾有司法公义就还我夫君。我觉得陈佩琪喊说还我夫君，我觉得大家都要寄予无限同情。他是站在一个人妻的立场，是他又不是任何公职，所以我觉得他会这样讲，我觉得同情他，而且我觉得这个情有可原。但是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是，民众党的这些立委，我觉得整个民众党今天好像都只是为了柯文哲而生存。你看去国庆大会也是这个为柯文哲伸张正义。现在民众党存在好像就是为了柯文哲的所谓的这个司法的救济，司法的。那我觉得你这个民众党的存在，为什么把自己格局做小？我打岔一下，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们刚才镜头前面伯恩在讲的过程拍的那个镜头，就是陈佩琪在新北那个聚会的时候，他走上台，他是拿着这个牌子来，伯恩是司法不公，政治办案。他是拿着这个牌子走上去，是诉诸我相信啊，当然除了给小枣看，他也是要告诉他的讲的所有的媒体拍的所有的朋友，告诉他这就是一个政治办案。武哥，我认为这个东西我尊重，好，因为我就讲，因为他可以，他的身份特殊啊，就好像我常常在讲，你说任何证人去到这个法院上都要讲实话，唯独被告他可以随便乱扯，你自己要去证明我有罪啊，好，所以我认为那个立场是不一样。好，那我今天在讲到这个朱雅虎这个角色。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不要忘了哦。朱雅虎当时他本来在郝龙斌任内是心腹哦，后来他转到这个鼎越，就是去沈庆金手下这个担任这个鼎越公司董事长的时候，郝龙斌怎么讲他？说这个形同是背叛。为什么他会那么生气？我跟大家讲，金华城这个事件哦，我们从头看到尾，大概唯一有守住的就是郝龙斌。当时金华城这块地是工业用地，要变更地目，你要捐30%。你既然捐30%，那你当然是用剩下的70%来计算容积啊。可是为什么当时只有郝龙斌这样坚持？沈庆金反正就用各种手法，就是要用当时捐地前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去计算容积。当时是郝龙斌手下来的，郝龙斌唯一对这件事情非常介意，可是。朱雅虎是他的亲信，朱雅虎当时是他的心腹，结果竟然一退休之后，立刻转到沈庆金手下去当这个鼎越公司，然后长袖善舞，把过去当公务人员那种市府联络啦，这种交际或者这种长袖善舞的功能发挥到鼎越公司，然后造就了今天金华城案。所以我认为朱雅虎他还有很多事情，很多的路线，甚至很多金流，很多的人脉。当然在他手里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最后法院的裁定就是说，虽然这个抗告一度成功，立刻再把你抓回来，我觉得这个有点悬崖勒马。我认为如果让朱雅虎昨天真的就是这个抗告成功，然后这个就放出去的话，不得了了。我觉得外面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厘清的部分，会因为他的长袖善舞，搞不好一一的米平掉。其实武哥不好意思，我稍微补充一下，你知道刚刚那个伽马，他还有一个专业的斜杠，今天最新的什么？那四叉猫爆料说他跟他妈妈是那个专业的受托信托财产专户，是专门在帮人家管理财产的不动产，还有。而且特别是不动产哦，真的吗？所以他身上有很多人的不动产信托都在他们这儿吗？对，这个可能是未来下一波要的这个重点啦。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人不动产信托是在他们这儿，是在讲这一段吗？就是他跟他妈妈，对啊，他们两个都各有一个这个叫做受托信托财产专户，对，然后这个 OK， 所以现在在讲说这个好啦，那我就直接讲嘛，就是陈佩琪去看那么多的房子哦，对，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不动产哦，这个会放在橘子这边？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人不动产信托是在他们这儿，是在讲这一段吗？就是他跟他妈妈，对啊，他们两个都各有一个这个叫做受托信托财产专户，对，然后这个 OK， 所以现在在讲说这个好啦，那我就直接讲嘛，就是陈佩琪去看那么多的房子哦，对，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不动产哦，这个会放在橘子这边？好，那当然就是有人提出质疑的话，检方会不会觉得跟这整个案情会不会有关系？那是不是要查核清楚？没有还人家清白，有的话往下深究，一定都是这个样子嘛，看证
句说话。所以刚刚补什么？我觉得民众党哈，为什么人家说他们是法盲哈？说好像找不到金流就是冤枉。我要补充哦，柯文哲8年任内移送了30几个图利罪的公务员甚至移送的，对，移送，而且是以图利罪，你都没有找到人家金流，你就把人家移送。我最近才接到一个公务员来跟我澄清当年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电梯弊案，还有一个公务员跳基隆河过世然后柯文哲不问3721根本司法结果还没有出来全部记大过，结果后来全部不起诉，他也没把人家恢复清白。这就是柯文哲啊！然后什么叫做没有找到金流？现在不管找到什么金流，他都说这个是没有问题。哎呀，这太小了，210万怎么可能人家这个是合法捐的他不管找到什么，他都跟你讲说这个不是威金为什么要透过7个人头嘞？为什么要在3月那个下旬呢？集中那是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惊到要死耶！如果你真的要做公益，为什么不捐到台北市政府呢？还可以抵税？那为什么沈庆京不用自己的公司，要用7个人头下去捐呢？所以今天朱耀武都已经承认这件事了，这一些公司的人也承认说，我们不是我们捐的，是上面叫我们去捐的。然后民众党还是要说没有找到金流，没有找到金流。所以这不是钱吗？好，那陈银柱被约谈的时候也承认是有直接拿300万现金那请问现金在哪里呢？没有进党库嘛？这段那个有别的媒体是不予这个证实的你说没有这一段？没有这一段，只有一家媒体这样写你知道300万？只有一家媒体。不管怎么样今天到底有没有金流这件事情，跟有没有图利图利也是违法的嘛？但是民众党一直在带一个风向，就是图利就是政治迫害，然后找到金流，你除非找到现金，那如果他只要进账户，政治现，为什么民众党，为什么柯文哲第一个要有木可，要有那个基金会，然后要进政治现金账户，就是我说的嘛，衣服脏了就要多洗几次，钱脏了就要多洗几次。一直进账户，一直进账户，然后最后再出来的可能就是干净了。刚刚小玉姐讲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在追的是不是凡是民众党柯文哲给了一个官位，他都要回捐？如果是这样，这叫卖官鬻爵嘛他提名的不分区要回捐，甚至他的随扈都得要捐，他的秘书长张泽阳也要捐，他提名的悠游卡董事长吴家源也要捐。这些，然后连这个橘子也要捐，这些人到底是回捐还是人头？什么叫人头？我这边手上有太多现金了我没有办法直接拿出来用，人家会觉得说，你柯文哲怎么手上那么多现金？所以我是不是要找人头先捐进去政治现金账户里面？然后我反正政治现金账户也是我的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我花这个账户的钱已经是干净的了，那是不是说这些人其实都是用你的名义，你帮我捐进去，要不然我家现金太多了。要不然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他们都是下属捐给长官？为什么都是下属捐给长官？30万对一个随扈来说，对一个秘书来说，差不多都是他半年的薪水了耶。所以刚刚讲，就像讲说，如果实会有质疑，你还在往下查嘛，看那这部分会不会有在法令上面有没有一些问题？但是杨敏，是你刚刚提到，因为这几天大家在看陈银柱这个角色。陈银柱包括北检，除了陈银柱，如果照媒体上讲，还有包括他的一个左右手也有约谈 ，OK？ 那约谈所有的厘清，照本来媒体上有提到说有没有300万的事情，有没有所有这些，其实有些人探讨的角度是，陈银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头？因为平常讲政治现金，甚或我刚刚讲有没有用人头的那些国内政党、其他政党有没有大家一次拿出来清 ，OK？ 但这一部分说实话，如果没有对价的问题，但是他最起码也是政治现金法的问题嘛。只是陈银柱这个身份跟柯文哲这个案子摆在一起的时候，就让很多人会打上很多问号。为什么柯文哲？因为黄宏昌那时候不是2014还2013还骂过，还在媒体上投过书，也在讲这一块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不管是陈银柱，不管是媒体大亨，这一波传的只要跟这个民众党或者台北市政府关系比较远的，被传的，大家都满头雾水。为什么要传他们？是那不管而且因为最后全部都请回嘛，对啊，那表示跟案情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直接连结嘛。好，那可是呢，比如说第一个，如果民众党柯文哲跟陈银柱画上了连结线，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了啦。
基本上我们不是说陈银柱他是负面，而是说因为他的标题叫做一般媒体都写他博弈教父、博弈大亨哦，都是朝这个方向。你民众党不是都在反博弈吗？反对，因为对啊，黄国昌刚那个小虎哥提到，黄国昌都在打这些什么博弈网站啊，什么什么的。对啊，所以当今天这个人浮现，变成好像是你的金主，那对民众党或者说对柯文哲就是一种伤害。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当金主们一个一个都要去被约谈的时候，请问以后谁还敢捐钱？对，敢去捐给这个民众党，或是捐给柯文哲，乃至于这些人？所以这个我觉得北检某种程度这个叫做一种叫做大传四方的一种诉讼这个策略啦。因为我在节目有讲过，其实北检如果真的要传，他如果不想让你知道他传这些人，他一定有他的方法。我就分批，我就低调，我譬如说我就传一个陈银柱先生来，我也不会跟你们大家发新闻说我要传他来，然后一般媒体也不会。但是你这么大阵仗，11个，哪一个叫不出名号？你告诉我。对啊，所以你摆明了要让大家看的。而且小虎哥，因为他们的角色看起来都是跟政治献金比较有关，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从木可是政治献金案的起点，当初去搜索木可的叫调查局，是检调，而金华城案叫检联，是没有调查局的角色哦。可是呢，徐府他被约谈是调查局约谈的，是政治献金这一块，而这一次是廉政署约谈这一些金主，那表示是跟金华城这边有关的，所以我在想，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柯文哲拒绝提讯，那我们北检很简单啊，我们所有发现跟你有金钱往来的，我们通通找来啊，这就是某种程度一种看你以后还要不要拒绝吗？对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司法凌迟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陈北举那个牌还是有道理的啦。可是你如果从金华城一路上过来，我让大家再找，包括你说政治献金、金流、金华城的金流，所有这些，我讲对所有的相关人等，包括第一个。当扣了300亿的土地那件事出来以后，大家就开始再回头讲，你一家公司，我不管你的财务杠杆运作是怎么样，我中间突然有一块，如果是变成这个样子后，任何一家公司都是非常烧脑的一件事，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吧？它一定是这个样嘛？所以那现在大家就看，包括金华城，包括鼎越，因为鼎越当初买金华城那个土地过来，现在像惠珍他们的。还去在想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惠珍还去爬书，包括中工、中石化所有的一些财务的资料、财报。对。然后我今天还看到，包括中石化，因为中石化是上市柜公司嘛。对。中石化还很慎重的发了一个声明，讲说没有，我们没有你们讲那些，我的账务是怎么样，我早就已经采取什么样一些模式，望各界周知，会变成这样。但大家就是要在里面看到底是不是合法，就是这样嘛。对，因为是上市柜公司嘛，你碰到这种，就是你投资的资产，被扣啦，那重讯一定要发，不能像有些那个只是办个同乐会发重讯就被罚钱，那不一样。好，那拉回来看这一个案子哈，姚惠珍质疑的点是他买地372亿，直接付掉了，那当然连带案只有140，对，149。那实际上他那个有用出来的是余额是133就是他没有把他额度全部用完。用了133，所以代表还有200多亿。那这个就是中石化要出，可是中石化它实际上它去做的账有很多是存货，所以这是什么呢？杠杆加杠杆加杠杆，一路杠出这么多的钱因为你有那些货，不代表你有那么多的现金嘛。那你要去付那个买地的钱，不能说我这存货给你，不是这样的玩。所以实际上大家都杠杆到某种程度了。那现在就要问他，如果扣了，还有没有办法这个？资金融通的过来，就像陈银柱浮出来，大家都说资金融通的大哥就是要干他。那同样的，现在你这个包括整个微金旗下的资金还 OK 吗？那包括不只是微金包括连带给他的星光金，人家股东立刻问了你曝险部位多少嘛？好了，这样算起来，他曝险38，38也蛮高的就是当然不是说扣了这个钱就没了掉到水里，他只是说曝险就是可能会有风险的部分，比如说因为他虽然扣300多亿的地，但是他有直接讲了犯罪在111亿那就是这个部分可能是有商讨空间怎么样。这个财务操作，当然这些公司他们都会自己去做操作，那会不会影响到股价，那个就是后话。但重点就是扣下去这个动作，你很明显发现牵一发动全身，很多人会受不了大家会跳起来说你不要去动到我，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嘛。我一口气问那么多大老板，其他曾经捐过柯文哲的人，
现在会不会在那边讨论？会啊，每个都在讲说啊，那柯文哲就昨天我有听到说柯文哲跟他这个讨装潢的钱，就是跟他募装潢的钱什么，就很多人出来讲啊，柯文哲都跟我讲说要怎样，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无辜啊，就是其实像昨天陈银柱，你说有人去问那边的人也说啊，他也没有要支持柯文哲啊，就是有拜托他就有帮忙，没想到弄得这么难看，就是这个事情对柯文哲的伤害是最大的。第一，柯文哲现在关在里面，大家没办法找他算账，那你其他在外面的民众党人，以后还要募吗 ？man 啊，不用了。谁看到你，谁都吓死了。你们账做的那么烂就算好好做的太好，一样被叫去问。而且现在大家都强烈怀疑啊，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 Excel 档随身碟的 Excel 档，上面有的人全部叫来问，谁知道柯文哲是不是写开心的？今天如果柯文哲上面列了一堆应该想去问的人的名字，比如我打算跟谁募个300，他就把它写上去，那个人也被叫来，他根本就没有捐，那不是要很惨吗？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 Excel 档随身碟的 Excel 档？上面有的人全部叫来问，谁知道柯文哲是不是写开心的？今天如果柯文哲上面列了一堆应该想去问的人的名字，比如我打算跟谁募个300，他就把它写上去，那个人也被叫来，他根本就没有捐，那不是要很惨吗？所以这个效应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蛮明显，就检方当然有道理啊，我要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嘛。我要确定这1500是不是万嘛？总不能上面是时间，下面是万吧？同一格应该是一样的吧？检调可以用这个理由，检联可以用这个理由去问啊。但是问出来就是杀伤范围极大，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处理也都很谨慎，其他牵到这个案子的媒体，大家处理也都是说。好像假设没有发生，我们真的老板是去做证人的，他回来就没事了，这样子，他讲实话就没事。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很有趣，就是金华城案的本身的烧伤范围应该是相对比较有局限的，但是它传递出来的这整体的震撼效果，对民众党本身，甚至不要讲柯文哲应该没有以后了，但对于民众党还有未来这些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可是如果讲说他对于民众党还有未来的这些，不管是从立委到议员到所有这些的话，这几天媒体好，当然你说。是不是要挑拨离间或者什么？你不管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只是要问说是不是真的有出现这些现象。第一个，奕晨，铁粉你觉得还会有多少？铁草？以民调来讲，它现在还其实已经有一点打底的味道，就是13%在镜周刊嘛，上一次是13.8嘛，这次是13，虽然稍微往下降，但是信任所谓的不相信柯文哲有贪污或者独立的降低了，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说民众党操作成功，但是我也觉得说民众党已经打底，就是说这些就是铁粉了，而且要再降的机会也不高。我一直说嘛，民众党是一个拼装者嘛，柯粉已经离开一半了。那冲粉大概都大部分回到时代力量了，那剩下就是所谓的亲民党、新党、统促党这些人，再加上部分的柯文哲长期经营的，包含橘子也是柯粉啊，这些长期经营的柯粉，包含你不要认为他们现在没有组织他毕竟都还是一个每年可以领1.5亿补助款的政党，它是一个中型的政党，它有16名议员，它有8席立委，它的地方组织这样铺排下去，它也有100-200个党工啊，所以你说完全没有崩盘，我觉得不会。重点是这个政党还是要持续跟柯文哲绑上关系吗？我帮我学长徐永明喊冤一下，因为任何人在所谓3审定验之前，都可以为他的清白而打算，但是政党不行。为什么我说政党不行？徐永明至少比柯文哲做对了一件事情，他起诉的同时，他被侦查的同时，他辞去他的党主席。这个对时代力量来讲，这个政党就可以持续走下去嘛。但是你柯文哲，你只是请假了3个月，你比徐永明还孬种。我直接讲，你让这个政党永远跟你绑在一起。另外来讲，民众党现在的人，你也是孬种啊，你也不敢切割柯文哲啊。现在其实很好的机会，因为起诉的关系，或者是210万的金流，至少朱雅虎已经承认行贿了，难道你们未来要持续跟柯文哲这个所谓的收受贿赂也好、土地罪也好，全部不绑在一起吗？全部绑在一起就一起死啊！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是阶段性的绑在一起了。为什么呢？他们在等12月7号，他们要改选所谓的党
党代表。那改选党代表的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些党员大部分所谓的都是柯文哲这个柯粉所聚集而来的嘛，大部分的党员是支持柯文哲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跟柯文哲切割的太过，你没有办法争取党员的选票嘛。而为了争取党员的选票，目的是什么？改组这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可以推派代理党主席，6个月后他们可以改选党主席。我相信在12月7号推派新的代理党主席，不管是蔡壁如还是黄国昌，只要有人出来之后，或者是改选6个月后改选党主席之后，柯文哲在民众党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低。小月，媒体上面有报道说，民众党的一些包括相关的公职人员，当然，像甄宇啊，他们有被点名出来，对，那说是不是有跳船潮？那林甄宇也有直接讲说，那都是挑拨离间的，那都是民进党。为了要拿那民众党当地的一些选票，然后用这样一些方式来做这些，那你自己的观察觉得，因为总是民意代表要选嘛，2026、2028这几仗对他们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民众党对我是指台北市议员好了啦，然后因为这个太多了。台北市议员来讲的话，对他们的一个大危机就是他们2026不一定有母鸡。因为黄珊珊现在看起来，如果被停权的状况之下，他2026他还能选台北市，对，还能选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然也有一说啦，可能是不是黄国昌可能会去选台北，会回来选台北。他的话可能可以有15%哦。议员会没有问题。OK。这个所以重点如果不是单纯在母鸡要不要当选，而是要发挥母鸡的效果的话，黄国昌在台北是个好鸡。对，因为黄国昌，你看他的民调在新北市看起来就一直起不来，那是不是要接收黄珊珊的地盘？而且黄国昌的人设是看起来是比较符合比较都会区啊，所以这个还在变化还在看嘛。而且黄国昌最近一直在抢 C 位嘛，对啊，不管是进可攻退可守啦，就是的党主席等3个月嘛，如果柯文哲没出来 C 位都会留一张椅子给柯文哲，现在还不敢坐上 C 位。是啊，好，那你说对于台北市这几个议员来讲的话，大概陈佑成因为还是属于黄珊珊的地盘嘛，所以他不会动。那个黄静莹，她因为是柯文哲的学姐嘛，所以黄静莹的角色她也不可能动。那为什么特别去做林真宇跟那个张志豪啦？因为林真宇他一开始被攻击，是因为在柯文哲开始拉衰的时候，他跟着蒋万安去那个美国出访嘛，所以他很多柯粉就攻击他说，这个时间点你还跟着国民党哦，是不是输成什么之类？虽然陈佑成有去啦，但是看起来这个就是林真宇被攻击，也被攻击的比较多。那林真宇就刚刚小武哥讲嘛，他就说就出来说这是民进党，就是说民进党的谋略啦，就故意刻意要把他撇到变成国民党那一边的啦。那因为那一区中山大同是王世坚去选的立委之后嘛，那一区就空出来，所以他认为这是民进党在见缝插针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张志豪，因为张志豪是我那个选区的，是大安文山的嘛，那他比较有趣。那为什么会突然点到他？因为第一个他跟民众党比较没有渊源，他就是义消的角色。那再来就是说柯文哲在大安文山的选票那边支持度本来就比较低，所以有一说是张志豪跑去跟黄李宇锦如说他想要去投靠国民党，可是看起来因为大安文山对于国民党来讲那边已经是爆炸了，所以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有张志豪的空间。不过张志豪也是否认这样的消息，但是我觉得最后啦，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我认为说民众党在2026他会有一个很大危机。上礼拜就讲过了嘛，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你不可能永远就是连2026选举还要帮柯文哲一直站清白啊，什么司法正义啊。那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讲，第一个是母鸡的问题，母鸡它会有点难产。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主轴是什么？所以不用说这4个要跳船了，就是你要再找人来也是很难啊。不过现在看起来，中华城这个案子延烧出了另外一段事。本来大家就会觉得说，对于民众党的4席议员，在这过程几个调查小组，其实他们里面也都有一席，包括在写那个调查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们也都表达一些的意见。但是接下来面临到的就是，当北检申请扣押了那金华城这块土地，再来就是停不停工这件事情，变成议会跟市府之间，大家看起来的意见不见得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到底怎么办？有20几个议员不是讲说提案希望要停工，然后可是蒋万安不是已经发函要问法院说，大哥可不可以停？麻烦讲一下。那现在这几件事情怎么办？其实发函给法院是没有用的啦，我已经跟那个蒋万安市府讲过了，法院不会给你这个那个哈。事实上哈，当时北检来把裁定书给台北市政府的时候，要求台北市政府的地政机关配合土地设定的时候。
同时有附上几个函释给我们参考，就是内政部的函释，对于被扣押的土地，我们可以怎么做？好，北检没有要求我们停工，北检也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他暗示性的说，你们可以参考内政部这2个函释，也就是停止施工勘验，还有就是停止发放使照那这是北检不言可喻的一种暗示啊。那后来这个蒋万安也可能朝向这个方向去走。那开议的第一天呢，民进党许淑华议员呢就提案呢，说希望说台北市政府立即把这个金华城这个停工那当然我们国民党也有一些议员，包括我在内也联署了事实上我们这个提案比较像是给台北市政府一个 backup 一个资源，就是让他未来有议会的支持，可以敢去做一些比较大动作的司法动作好，北检没有要求我们停工，北检也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他暗示性的说，你们可以参考内政部这2个函释，也就是停止施工勘验，还有就是停止发放使照那这是北检不言可喻的一种暗示那后来这个蒋万安也可能朝向这个方向去走。那开议的第一天呢，民进党许淑华议员呢就提案说希望说台北市政府立即把这个金华城这个停工那当然我们国民党也有一些议员，包括我在内也联署了事实上我们这个提案比较像是给台北市政府一个 backup 一个资源，就是让他未来有议会的支持，可以敢去做一些比较大动作的司法动作因为现阶段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说，金华城的建造是有效的，是有效的。柯市府干的事情目前北检因为还没有起诉，所以蒋万安还是得认嘛，还是得认。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只因为有重大争议，我就给你直接停工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未来起诉或在公安无虞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一直让他盖啊，你让他一直盖，那未来说这20%认定是有问题的，你只是再给他砍掉2层楼所以我觉得停工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只是什么时候停？第一个是起诉之后再停呢，还是说确定公安无虞的情况那现在这个我是比较支持说跟着北检的脚步走啦，就是你起码对你起码等到起诉啦，要不然你现阶段你停工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停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这个建造是违法的第二个是有公安的问题因为当年像这个金华城有次施工发生公安问题，有一个人死掉嘛，我们就立即停工嘛除非是这2个所以我觉得给台北市政府一点时间，让他去处理合法性的问题跟安全性的问题。可是不过我看民进党的议员对这方面一直在讲说，蒋市府你这样子等于是要摆个烂尾楼。民进党的议员是一直希望马上就要停吗？我是认为这个部分蒋万安市长，我认为他要有肩膀因为我觉得就是相关的这个法条千万条我觉得就行政裁量的部分，蒋万安市长他一定可以做出一个适当的一个判断因为坦白说这个案子是一个重大司法争议案件，而且这中间我为了这个案子，我也问过几位那个卸任的这个县市长，我跟大家讲，那个回答都让我觉得哇，真的这么严重？你知道那个几位现任县长说他说柯文哲现在这个案子千万，你如果有亲朋好友，如果即使不同阵营，呼吁他们真的不要盲挺，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赶的啦，足赶这个案子是真正足赶这样形容这个案子从当时的这个。300多一直到560到840，这个中间过程真的他们觉得是叹为观止。那目前可以知道，就是说至少这个违法图利的金额已经创下台湾历史新高，至少200亿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绝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这次我其实是很肯定台北市议会，我不管说他做出来的专案报告的结论是怎样，因为台北市议会本来就各个不同党派在里面，怎么可能你会最后做出一个正确或者符合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报告？不可能会有这个公允的。但是透过台北市议会的专案调查，你可以让很多的资讯不断公开透明的源源不绝的出来，让大家认清楚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包括社会的这个讨论，包括司法的侦办过程中，已经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司法争议案件。
那这个时候当然是你蒋万安市长你要做一个政治决定啊。这个政治决定怎么会说，我先去拉议员背书，我先去拉谁背书？你就是台北市民选出来的市长，你有很多的行政资源，包括相关的法案。我跟大家讲很多时候一些建案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就看你市府的态度要不要处理。如果你要处理，我相信这里面的眉眉角角太多了。好，你可以让它可以暂时停工，来减损未来可能的损失，或者你就让它继续不断的盖吧，快马加鞭，让它盖到说，哇，到时候你根本让它停工也停工不了。那请问那造成的损失谁要来承担？这也是个问题。可是杨明，这个过程当中，蒋万安的考量点到底会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因为有媒体甚或以不是单纯工程的问题，也不是法律的问题，是以政治的问题考虑。因为毕竟还有小草，还有什么一大堆，那一件事情做下来，他毕竟2026号连任啊，这些是不是都在考量范围里面？其实很简单啦，大巨蛋就是一个很好的潜力嘛。你一旦说停工，好，金华城这个集团一定跟你打官司，诉讼。打个2、3年、4年、5年，这个案子就烂尾了嘛。然后呢，周边的发展就停滞啊。就是我觉得站在任何一个首长，他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不是你说停工，就可以停工，会进司法啦。所以当然，我觉得对蒋市府来讲，他们可能会踩的比较保守一点，也就是说，是不是司法到了一定的程度，譬如起诉或判决，我再来做一定的决定。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淑慧讲。现在议员说要法院去勒令停工，不，这我们的国家制度不是这样子做的。因为你知道，台北市有媒体上面讲说，是不是要等到起诉或判决？不是，各位这几个字天差地别，你知道吗？对，起诉可能很快，因为连黄国昌都说会起诉。对，判决本来是在想说，地检如果没有去申请扣那块土地。这个他还不知道打到天长地久，但土地一旦扣，我也不知道对沈庆他们来讲，那巴不得你省快一点吧，我去想办法。可是那个判决，那不是你单纯能决定嘛？你要看法院调查，那法院要弄多久？那如果要是我就想一个起诉稿，我今天看到这个时候，我想那到底起诉来判决，你要告诉我，因为这差很多啊。但是因为我们可以看起诉书的内容哈。如果起诉书的内容哈，我们在讲得很斩钉截铁，包括说我们公务员在核发建造。又或者是在处理给容积的这部分，公务员有违失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说这是一个不值得信赖保护的利益，撤销这个行政处分，包括当时发布的都市计划，或者是给的建造。而台北市议会之所以要提案，也是给蒋万安一个勇气跟一个支持，就是未来就算人家跟你国赔，台北市议会也不会怪你，你就去打国赔也没关系，你就去打诉讼也没关系啊。当时柯文哲是自己去突然把大巨蛋停工，而且大家知道大巨蛋跟金华城完全不一样，金华城是台团的建案，大巨蛋是重大公共工程，对，而且是行政院重大公共工程，所以这是不要同日而语，完全不一样的事。可以看起诉书的内容哈。如果起诉书的内容哈，我们在讲得很斩钉截铁，包括说我们公务员在核发建造，又或者是在处理给容积的这部分，公务员有违失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说这是一个不值得信赖保护的利益，撤销这个行政处分，包括当时发布的都市计划，或者是给的建造。而台北市议会之所以要提案，也是给蒋万安一个勇气跟一个支持，就是未来就算人家跟你国赔，台北市议会也不会怪你，你就去打国赔也没关系，你就去打诉讼也没关系啊。当时柯文哲是自己去突然把大巨蛋停工，而且大家知道大巨蛋跟金华城完全不一样，金华城是台团的建案，大巨蛋是重大公共工程，对，而且是行政院重大公共工程。所以这是不要同日而语，完全不一样的事。我只是强调说，因为那是市府公权力已经核定的东西，所以当今天你要推翻自己市府的决定的时候，你要有依据啊。如同刚刚淑慧讲，就是说，比如说起诉书里面因为有讲到有市府官员渎职什么怎么样的违法，对，所以呢，我就算未来这家公司要跟我打官司，我都觉得没问题，我有把握，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做。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安勿躁了。我相信蒋师傅没有那么笨，蒋万安自己是律师出身的，对，OK， 他们已经有一个律师团队了。他们已经组成这样。好，那来伟航，最后2分钟可以告诉我，
美国因为。包括从你说赖清德总统的文告，然后一段，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岸之间，老共未来会做什么一些的动作。其实美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他除了中东，就算你再怎么弄，台海或是南海这一块，他一定很在乎。对，那美国现在整体来讲，包括他的核武战略，所有这些有在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吗？对，那核武战略的调整部分啊，这过去就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强嘛，所以你有多少我有多少，我美国再夹在英国、法国，这些盟国他们比较少一点，我美国就跟你对尬，我最后就把你压垮。好，苏联垮了之后呢，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它变成化整为零了。那中国的核武力量呢，最近上升起来了。伊朗像这种区域的热点，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核武，搞不好以色列也有啊。所以美国的战略的核武的这种层次，它都不是单纯两极对立，可能是美国一个世界警察要对非常多元的。所以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核武战略调整，就是采取比较分散的，不是说我解决这一个最强的，我全部把它轰爆了，或者我吓垮它，我逼它就可以解决问题。你这些其他的赛局卡得好好的，那边突然有一个突然射个一发，那你还不是完了吗？好，所以美国调整这个核武策略，当然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到它可以同时 hold 住中国和北韩就朝鲜的部分，同时hold住这两个。那至于其他的部分他们可能也会把它列入。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近来传出一个消息，就美国正在跟日本又要进行，帕帕罗又去日本，要进行新一轮的协调。就之前我们有传出他们要进行所谓的联合指挥，但是这个指挥管制实际上真的不是只是情报交换而已，就是我要指挥你的部队，然后你要听得懂我的命令。大家也都知道，美国跟日本虽然长期盟国，但语言的隔阂还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所以势必要全方位的电子化。在这个电子化的过程中呢，就涉及了很多包括电脑啦、各种语言进入路由这个 link 的之间的彼此的串流远比各位想象的复杂。但如果美国正式把这个东西列入议程，而且直接由指挥官下去来推的话，代表他们非常重视，也就是它有一个迫在眉睫的急迫性。也就是说，近代战争已经不是说美国就单纯可以压倒所有人都听我，有时候我的部队可能要交给日本人去指挥，因为我可能鞭长莫及，指挥不到，他可能在日本呢需要接受日本人就地整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啦，就是美国正在测试它的履带无人车 TRX， 它已经交货了2台。那大家可能会看不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形状长那么奇怪？重点是它其实只有这个底盘它本身就是这个底盘。重点是这个底盘上面可以像乐高一样就随便看你要怎么改变，上面可以接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它是非常昂贵的乐高，就对了。因为本身它其实是油电混合动力，可以适合各种条件战场条件，而且它本身还内建 AI， 它这个 AI 还不是自己的 AI， 它还可以往上连接的使用。共同分享比较远的这个数据机伺服器等等。那当然，美国期待它执行的是一些人不太方便执行，比如说猎杀无人机或进入一些可能有大量危机包括地雷啦有毒物质啦，或者是像甚至现在就是无人机的战场无人机战场其实远比各位想象的不人道，因为就没有人嘛，它都不需要人道，它可以几千度的那个铝热液就直接倒下去，因为就没有人嘛。所以在那样子的战场上，这类型武装的强化，它的强度就非常的重要。所以美国的这个 TRX 做出来，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成功做出来的载台，其他都还在设想的范围内，还只是设计甚至是连构想都还是非常初期。那美国一旦投入之后，这也会牵引到就其他盟国你是直接要买它的装备，还是自己要去研发？你如果现在研发追得上美国吗？诚如台湾 ADF 所碰到的问题其实接下来这个不管美国中弄了结果怎么样，我认为跟美国以某种形式的整合到什么程度，都会是其他盟国的一个很严重的课题。OK，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的生日 ，OK， 那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而过程当中，赖总统今天的国庆演说的文告，那当然大家会看后续，在包括两岸之间，生活在国内会有什么样一些发酵的一些的程度。但对国人来讲的话，金华城这个案子，柯文哲主席算一算，第一次的羁押期。离2个月的时间算起来的话，已经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北检所有的办案，如果要在2个月期限里面，看起来未来还会有什么一些动作，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